横板反手快撕讲解。各位球友，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讲解一下反手的快撕技术。当我们的反手快拨技术练习到一定程度之后，就要开始接触到反手快撕技术。首先我讲一讲二者的区别。快拨呢是以撞击为主，快撕呢是在撞击的基础上加了一些摩擦。那么说到撞击啊，因为拍面是略向前倾的，所以即使是快拨它也会略带一点点上旋，只是它以撞击为主，而快撕呢加大了摩擦的比例。第二个呢，引拍的幅度，快拨的引拍呢基本是在腹前30厘米左右就可以了。那么快撕呢，因为需要更多的摩擦，这时候手腕的引拍幅度要比快拨要大，同时呢，腹部收的也要更往后一点啊，以便于往前顶腹的时候发力。那么手腕呢，应该是板头向后引的多一点，以便于向前上方去摩擦这个球。快拨的引拍啊，快撕的引拍啊，快拨的引拍，快撕，快撕是这样。还有一个区别呢，就是快撕的时候啊，在接触球的那一下，前臂和手腕有一个向前上方加速摩擦的过程，而快拨呢虽然也有加速，但是呢看着没有快撕那么明显啊，快撕这块有一个明显的加速。接下来我演示一下快拨和快撕的区别啊，先做2次的快拨，再做2个快撕。快拨啊，快撕。接下来啊，把快撕的几个细节跟大家讲一讲啊。第一个呢，这个肘稍微要架一点，不要太贴近于你的躯干，这样呢不利于你前臂的发力。稍微架一点，但也不要架太高，这样就比较紧张了，不够放松啊，适可而止。稍微有一点点架，这样更有利于你这个板子板头能回来。如果这样，你板头是回不来的。稍微架一点点，这是其一。另外一个，这拍型啊是比快撕要更加前倾一点啊，以便于接触到或者说摩擦到球的后中上部。在引拍的时候的收腹啊，可以加大你的引拍距离，或者说你这个板头的运动幅度。如果你在这儿，那你板头可能就能引到这儿。如果你稍微往后一点，你会发现你这个板头更向后了。那么你这个发力距离相当于你这个力臂就长了啊，你的做功距离就长了，就更容易发上力。那么说一说这个板头的高度啊，这个板头呢，正常来说，快撕的时候放平啊，如果太高的话是不利于你手腕的发力的啊，你这个运动幅度太小了。如果太低呢，这个弧线又太高，容易往上走的太多。所以这个板头基本上和拍柄是平行的这么一个状态。另外，因为快撕过去的球呢是有一定的上旋啊，球的轨迹包括2速都会比这个快拨过去的球威胁大得多。这也是我们在练习快拨之后学习快撕的一个重要原因。这个快撕的引拍啊，也是和拧拉一样，不要一次引到位。那么如果你一次把板头直接朝向自己，这个人是比较僵硬的，包括你的前臂、上臂和肩，这是比较僵硬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们引拍的时候呢，只需要板头稍微往后一点，引到这儿，在出手的时候，再有一个从后向前的这么一个过程。仔细看，往哪做？这样就比较放松了。不要直接这样，这个是比较硬的啊，这种是使不上劲儿的啊，一定是这种。这个相对来说就柔和一点。接下来啊，我们讲一讲关于快撕引拍的高度问题。由于快撕是针对对方过来的上旋球，所以说引拍高度应该比球台略高一点，然后根据对方弧线的高低选择一个高一点引拍还是低一点引拍。但记住，一定是在台面以上啊，因为我们接触球的时间呢是上升后期到高点期这段时间，借力还是比较多一点，所以手不要拿得太低。另外一个，因为是摩擦球的后中上部，所以快撕的板型肯定是要比快拨更加前倾一点进行摩擦。在练习快撕的初期，我们先找前臂和手腕摩擦球的这种感觉，然后引拍放松，在接触球的一瞬间，
有一个抓板向前上摩擦的过程。在开始的时候啊，你可以稍微加点摩擦，弧线稍微高一点，这都不要紧，因为我们从快拨学习快撕的时候，最主要的先找着摩擦的这种感觉。哎，开始你就是挂住，加点摩擦就可以了。第二阶段呢，我们就要多向前一点，降低这个弧线的高度。哎，多往前一点使劲。第三个阶段，我们要训练自己有顶蹭的这种感觉。刚才呢，可能摩擦的比例过高，造成比赛当中或者相持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的球速比较慢啊。虽然旋转有，但是呢，对方有充足的时间去准备我们这个球。现在呢，我们需要多撞一点啊，加强球的速度。反手快撕演示。接下来补充几点业余球友在练习快撕时容易犯的错误。第一，虽然在快撕的过程中肘关节是略微架起来的，但是击球点不能距离身体过远，这样不仅会减少前臂的发力距离，也会降低击球的命中率。第二，肘关节作为前臂的支点必须保持稳定性，不要晃动，否则会影响前臂的发力。第三，快撕时腹部前顶，带动手臂和手腕发力，不能做成反手拉球那样转腰的动作。第四，快撕时身体重心不要有过多的起伏，如果重心向上过多，会造成球的弧线过高，身体不够紧凑，还会影响你下一板动作的衔接。第五，快撕过程中手腕确实要发力，但是动作结束后一定注意手腕要进行制动。一般来说，动作完成后还是和反手快拨一样，手腕微屈，或者通俗点说就是向内勾，而板头基本上是指向前方。关于反手快撕，您还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评论区一起交流。谢谢大家的观看。